这个小镇上有一只满身伤痕的流浪猫，它的头部有根奇怪的钉子。有人想动手帮它，却根本扯不出来，反而却差点将猫咪的眼珠子拉出来。猫咪颓然地在小巷游荡，街上喧闹的氛围仿佛与它不搭调。它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份痛苦。或许是因为受伤的原因，它非常警惕，见人就躲。插着一根钉子的狸花猫让人不忍直视，它无疑是被人伤害了。或许一只正常的流浪猫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，但一只身受重伤还四处游荡的流浪猫，很快就招来了几位好心人的注意。远处的狸花猫时不时回头看向身后的3位女士，因为这几天她们一直在跟着自己。他们想带可怜的猫咪去医院治疗，可无奈无法接近它。3位女子因此想了许多办法，为此还专门买了2个抓捕铁笼，在里面放上美味的鱼罐头。可这也没能将猫咪吸引过来。后来他们又花巨资买了20个笼子，全部都投放在猫咪经常出没的地点。可几天的时间过去了，却依旧没有抓到它。这天，其中一位女士发现了它，于是弓着身子小心翼翼走过去查看，发现它正在一家餐厅的围墙上趴着，此时正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他们。随后，好心女士去拜访了餐厅老板，得知这位女老板已经喂养这只猫2年了。在此之前，猫咪虽然有些瘦弱，但并没有受伤。大姐每天都会给它提供一些饱腹的食物，那时候的猫咪还非常的亲人。可就在前阵子，她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头上突然多出了一枚可怕的钢钉。当时男老板还特地拍下了一张照片。到了第2天，他的眼睛就失明了，并且对餐厅老板夫妇也变得非常警惕。本就流浪的他受到人类的伤害后，说什么也不肯再轻易与人接触，也可以说是他心寒了，这让女老板十分的伤心。志愿者走之前留下了联系方式，希望那只猫再来的时候可以通知他们。第2天，这只可怜的猫咪再一次来到餐厅觅食，志愿者接到消息连忙赶了过来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观察它。从猫咪目前的伤势来看，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。女老板倒了一碗猫罐头给它端了过去，看着面前这位给它喂食2年的好心人，她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，直到所有人都离开后才小心翼翼靠近食物。吃饱喝足后，便拖着疲惫的身体转身离开了这里。从他的走路姿势可以看出，小家伙此时正承受无法想象的痛苦。与此同时，志愿者打造了一个大型的抓捕铁笼，冒着大雨送到了餐馆的后院。因为一只流浪猫能天天去餐馆，足以说明他对这个地方和人非常的信任。他们相信那只猫一定还会来到这里。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2天，工作人员们一大早就聚集到了餐厅。好心的夫妇俩为了帮助猫咪，特意把餐馆空置出来停业1天。接下来就是等待猫咪过来进食了。可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，本该下午就来觅食的猫咪却迟迟没有出现。或许是察觉到四周环境有所改变，让猫咪变得愈发警惕。人们已经等了将近10几个小时，依旧没有等到小猫的身影。又过了几个小时，女老板已经坚持不住睡着了。直到凌晨4点左右，猫咪终于出现。只见她小心翼翼进入饭店后院，但当她看到笼子后，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危险。这时，女老板走出来，将食物放在捕捉笼下。猫咪在听到女老板的声音后，稍微放松了一些警惕，但它依旧不敢轻易靠近。突然，另一只流浪猫被美味吸引而来，走到食物面前就大口吃了起来。眼看着食物就快被吃掉一大半，早已饥肠辘辘的狸花猫终于放松了警惕，小心翼翼地走到笼子下面吃了起来。工作人员肯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时机，随着一声令下，2只猫咪全部落网。见救援计划顺利成功，那几位一直想帮助猫咪的女士全部流下了泪水。她们既心疼小猫的悲惨遭遇，又高兴它终于获救了。工作人员不敢耽误太多时间，马不停蹄将猫咪送去了附近的医院，给它做了一系列的检查。结果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。医生说它头上穿刺的压根不是钉子，而是一种杀伤力极强的箭头。幸运的是，箭头没有穿过头骨，要是在偏差2毫米的距离，猫咪估计当场就会死亡。那么接下来需要动手术取出箭头。经过了几个小时，手术顺利成功，这支箭头以及断在里面的刀片全部被取了出来。看着这个骇人的杀气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医生给我们演示了猫中箭的整个过程，说这支箭是从下颚硬生生穿到头顶，这样的中箭方式很大概率是人为所致，并解释到这样的弓箭是用于狩猎用的，主要是针对骨头坚硬、皮肤坚韧的野猪、水牛之类的动物。估计是有人恶意拿流浪猫当成靶子练习。可遗憾的是，这种箭头网上谁都能买，根本无法准确锁定嫌疑人。大家听到之后都很震惊，究竟是什么人如此狠心对一只流浪猫下此狠手呢？此时想给坏人帮2拳的请扣888。好在猫咪虽然失去了一只眼睛，但在救助人员和几位好心女士细心的照顾下，已经不再那么害怕人了。等伤势好点后，就会为它挑选一个合适的领养人。狸花猫能被这么多人关爱着，是它遭遇诸多不幸后最美的礼物。相信它的未来绝对不会再这样悲惨了。还是那句老话，如果不爱，也请不要伤害。愿天下每一个流浪的毛孩子都会被温柔以待。无论是好心的3位女子，还是心善的夫妇，他们都是好人。这个世界虽然破破烂烂，但总有善良的人缝缝补补，温暖人间。让我们给这些善良的好心人点个大大的赞吧，并在评论区打出好人一生平安。我们下期再见。简直不敢相信，眼前这位大叔养鸡居然养出了一只孔雀，还是通体雪白的稀有品种白孔雀。白孔雀似乎把大叔当成了自己的妈妈，像个粘人的小妖精一样，整天屁颠屁颠跟在大叔身边寸步不离。
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就在1年前，大叔回村创业开了一个养鸡场，之后买了一批鸡蛋准备孵化小鸡，没想到却意外开出了一个盲盒，孵化出一只通体雪白的小鸡仔。大叔开始还以为它是生病了，因为肤色的特殊和生病的原因对它格外的照顾。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几个月后小病鸡居然变成了美丽的白孔雀，这下可算是捡到宝了。孔雀被称为百鸟之王，而纯白的孔雀更是非常稀有，它们没有一丝杂色的纯白，是那么的华丽耀眼，却又清新脱俗。自古以来，孔雀都是吉祥、善良、美丽、华贵的象征。孔雀开屏寓意着吉祥如意，而白色孔雀更加难得，被人看作是幸运神的眷顾。和普通的花孔雀开屏对比，它们犹如黑夜中的萤火虫，那是一种让人窒息的美。所以人们相信看到白色孔雀开屏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，会给自己一整年都带来好运，并且白孔雀的头部是白色的，被人们看作是白头偕老，也意味着会有满满的幸福。既然有这样的好运，大家还不一起点亮小红心，并留下一句喜事多多，好运连连，为自己和朋友带来最吉利的好运。小孔雀把大叔当成了最亲近的人，无时无刻都黏在大叔身边，一脸享受的任由大叔抚摸着自己。然而当有陌生人想尝试的时候，白孔雀会嫌弃的四处躲避，他的眼里只有大叔一个人，无论大叔走到哪里，他就会一路跟到哪里，一旦看不见大叔，就会焦急地扑腾着翅膀四处寻找。大叔也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他们不仅同吃同住，大叔每天晚上还会亲自给他洗澡，甚至大叔还特意给白孔雀准备了一个专属水杯。在大叔的过度溺爱下，白孔雀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食肉动物，对于大叔递来的生菜提不起一丝兴趣，反而被锅里香喷喷的五花肉馋得直流口水。大叔刚捡下一块烤肉，小家伙就迫不及待地上前去抢，对此大叔也是无可奈何，自己的孩子只能宠着呗。吃饱喝足后就安心在大叔身边沉沉睡去。晚上等到大叔睡觉的时候，他就趴在椅子旁边陪着大叔。这一系列行为让大叔的妻子都吃醋了，笑着说小家伙抢走了自己的丈夫，现在我都快成家里的电灯泡了，开玩笑的说什么时候把他送走。不过也正是因为小家伙的来临，让这个家多了许多欢声笑语，白孔雀早已经成为了这个家的一份子。虽然有人建议大叔将白孔雀送走，但大叔却不以为然，有这么一只吉祥物每天在自己身边，自己今后肯定会好运不断，并且他们之间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，所有的遇见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。大叔承诺会好好照顾他一辈子，让他开心快乐的生活下去。眼前这只猫挥舞着喵喵拳疯狂扑向狗狗，这着实把狗都吓蒙圈了。那究竟是什么让它有这么大的勇气，敢挑战比自己块头大很多的狗？这只猫养了一只鹅宝宝，对这只小白鹅百般宠溺，就像妈妈一样每天照顾保护着这只小鹅。原来前段时间猫妈妈刚生下一胎宝宝，可惜最后全都没有活下来。失去孩子的猫妈妈非常伤心，经常在半夜哀嚎。刚好家里的鹅也生了个鹅蛋，可是鹅妈妈根本就不管孵化，于是主人将它放在鸡窝里让母鸡帮忙孵蛋。可是当鹅蛋孵出来之后，母鸡看到它和别的小鸡长得不一样，便产生厌烦的想法，不仅不愿意照顾小鹅，甚至还经常性的欺负小鹅。就这样失去孩子的猫妈妈和无家可归的小鹅相遇了。猫妈妈并没有排斥小鹅，而是温柔的任由它趴在自己怀里。从未有过的母爱让小鹅彻底沦陷了。从那一天开始，它就无时无刻不跟在猫妈妈身后，而猫妈妈也真正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，每天细心的帮它舔毛梳洗。可跨越物种养一只鹅当孩子并不是那么轻松的，小鹅每天精力旺盛的不行，猫妈妈每天只能跟在小鹅身后穷追不舍，小鹅跑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，就像个带娃的宝妈一样，生怕孩子出意外。好不容易等小鹅玩累了，猫妈妈准备享受一下午后的悠闲时光，可下一秒却……猫咪此刻的内心是崩溃的，不明白这孩子怎么这么不讲卫生，说拉就拉。不过抱怨归抱怨，还是伸出小爪子滑稽的扒拉着水泥地，仿佛是想帮孩子把臭臭埋掉。到最后还是主人赶过来擦干净地面。就当猫咪刚要松口气时，这操作把它整得有点开始怀疑猫生了。可谁让这是它的崽呢？虽然小鹅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可在猫咪的眼里，它依旧是个孩子。每次主人喂猫的时候，都会偷偷摸摸的，因为只要小鹅发现，就会屁颠屁颠的跑过来。看到孩子来了，猫妈妈赶紧让开了位置，生怕孩子会饿着，让它多吃一点。虽然一直经历着糟糕的事情，但猫妈妈对小鹅的爱从未改变过。为了保护好小鹅，猫妈妈甚至不惜和别人拼命，它不允许任何有危险的东西靠近小鹅，就连家里的一只母鸡靠近，猫妈妈都把它定义为危险的对象，直接冲出去把母鸡赶跑。拥有如此强悍的妈妈，小鹅真是太幸运了。然而这还不是猫妈妈的真面目，它还有更加强悍的一面。这天趁着猫妈妈睡着后，精力旺盛的小鹅偷偷跑出去玩，恰好此时朋友带着狗狗过来做客。小鹅哪见过如此凶悍的生物，被吓得不知所措，害怕极了。随后急急忙忙地跑去找猫妈妈保护。本来在家里休息的猫咪看到小鹅慌慌张张地回来，立马就冲了出去。当他看到比自己强壮好几倍的狗狗时，一点都没有害怕，而是直接冲了上去就打。幸亏主人和邻居出手阻拦，否则又是一场血雨腥风。看来为母则刚这句话一点也不假。
看似温柔的猫妈妈，一旦遇到小鹅的事情，立马就开启暴走模式，谁也不肯放过。随着小鹅慢慢长大，专家建议虫主应该让小鹅回归鹅群，毕竟鹅和猫是两个不同的物种，让它们一直生活在一起并不是长久之计。由于小鹅长期和猫咪在一起，根本无法融入族群，于是主人想了个办法，用铁丝围成一个圈，把小鹅和其他同伴关在一起。结果小鹅不仅不合群，而且还学着猫妈妈的样子欺负其他小鹅。或许是从小和猫妈妈一起长大，让小鹅产生了一种错觉，让它一直以为自己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咪。而猫妈妈见自己的孩子回归同类后，这一次它并没有选择上前，而是转身伤心的离开。或许它知道这才是小鹅最好的归宿吧。小鹅发现猫妈妈离开后变得异常焦急，它无法跃出围栏，只能拼命地拖着铁笼，一步一步朝着猫妈妈的方向走去。此时小鹅焦急的都快要哭了，请求妈妈不要丢下自己，让人不禁感到心疼。主人见状叹了一口气，他实在不忍心拆散这对感情深厚的母子，而且他发现有猫妈妈宠爱的小鹅，不仅体型上比其他鹅要大，就连毛发也更加亮丽干净，这大概就是有妈的孩子是快宝的意思吧。看着相互依偎在一起的母子俩，温馨的一幕让主人很是感动，最后为他们修建了一个小房子。既然他们想要待在一起，那就满足他们吧，毕竟双方都不容易。猫妈妈在失去孩子最痛苦的时候，小鹅给了她力量，相对于猫妈妈的出现，也让小鹅免受欺负。或许对于他们而言，感情已经超越了物种，能够双向奔赴已实属难得。至于剩下的，就交由时间来验证吧。最后祝愿这对有爱的母子今后能一直健康快乐，也让我们给这份跨越种族的爱点个大大的赞吧。我们下期再见。